然後如果你一定要，比如說一定你就想要拍，那给你的建議就是露臉的话就不要露中脸部位，露中脸部位就不要露脸。啊，你好，能听得到嗎？你好。是这樣子的，就我有一個朋友，她就是在手機裡邊，她是女的，她跟那個第三者聊一些色色的東西，可能中間也有出軌吧。後面她老公發現了這個事情，就趁她睡着的時候把她手機偷走了，然後就那個男的就提起離婚訴訟，然後把她這個手機裡面一些聊天的內容就作為證據提交。關鍵是就是開完庭以後，我朋友他就覺得這個手機放在這個男的手裡非常不好，因為這男的就已經有把他的一些聊色色的内容錄屏發給他的姑姑，他就覺得这男的後面肯定還會發給別的人，他就想把這個手機要回來，因為已經舉證質證什麼都已經完了。然後他跟法官說我想把手機要回來的時候，法官就拒絕了他。然後當時我們就還去報警啊什麼的，想把手機要回来，然後就警察也沒管這個事情。然後我就想像這種情況要怎麼辦啊？就是說你這個朋友的手機被她老公發現了並拿走了，對吧？裡面有她跟情人的一些聊天，只是文字嗎？還是有圖片视頻啊？就有那種什麼我喜歡你啊，我想跟你生孩子啊这種聊天，然後呢也有一些他的不可以被別人看見的部位的那些圖片和視頻。哦，這樣哈，就是像這種比較敏感的信息跟圖片，如果男方他是用作開庭，他沒有外傳的情況下，現在很難說這個男生拿這些東西去舉證就會侵害他的權益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的話，如果男方可能很氣憤的狀態下，他把這些文字或者圖片、視頻發給了女方的親友，只是對親友，他是點對點，沒有一個大量的放在公開的網絡上進行曝光的話，說男方侵權，我覺得也未必夠得上。而且我還看到過這樣的一些案例哈，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。有一個女士，她的老公也是出軌了，她把她老公跟第三者出軌的這樣一個事實，然後她是如實的曝光在她的微信上，這個第三者就起訴了。他認為這個女士啊侵犯了他的名譽權，但是呢，法官沒有去支持這個第三者的觀點，他們認為這個女士只是盡了一個婚姻的一個保衛的權利，而且她並沒有去誹謗，沒有去惡意的侮辱，她只是如實的把這個事情曝光出來，她的目的是為了挽回婚姻啊，所以說這個情況是否構成侵權，我覺得要具體事情具體的分析。但是呢，手機呢，我還是建議盡快去要回來的，因為畢竟那是這個女生的個人的財產嘛。我覺得在法庭的舉證，如果說已經完結的情況下，她是有權利把手機要回來的。對啊，我就是想把這個手機要回來了。那從物權法的角度來說，這個手機也是屬於我朋友的一個財產，但是法官當時就是休庭了，然後他們在那邊調解，然後我們覺得，那你質證都已經質證完了，是不是就屬於一個法庭調查結束，或者說這個證據已經完成的一個狀態？為什麼這個狀態法官就是不讓我把手機拿回來？我的猜測是這個樣子哈。第一個呢，這只是你朋友的第一次的這樣一個離婚的訴訟，對不對？而且呢，手機是掌握在男生的手裡的。其實法官這個時候他可能是沒有權利說，哎，你把這個證據的原件去交給被告方，因為這個手機的性質已經變了，它變成了原告方手裡的一個證據的原件。所以這個事情的話，還有一種做法是什麼呢？如果男方拿着這個手機去公證處做了公正的取證之後，那他作為原始的證據，那這個手機他其實是可以還給這個女方的。男方可能會擔心，我還給你之後你刪掉了，如果說以後我們再打官司再什麼的，你不認了怎麼办？對不對？因為那個原件不見了呀。所以我覺得是從這幾點，可能男方有這個考慮，還是盡量的協商一下吧。就是當時也協商了，然後甚至到後面調解書我都寫完了，那個男的還是不還手機，然後我們就報警嘛，然後那個法官把我朋友大罵一頓，我都不理解，就是這種情況下他為什麼還要管？他是不是就是站在男的的那邊？因為那個法官他也是個男的。哦，這樣哈。其實這個法官不管男女吧，他會有他的一個價值的評判標準。可能說是這些照片啊、視頻啊，或者是文字，讓法官心裡的這個內心的認定，他會有他的一些想法。所以我覺得哈，如果說都已經出了調解書之後哈，那就去找男方把手機要回來，這個是應該得到支持的，對吧？我也覺得。
所以加油啊，去嘗試溝通一下，好嗎？那好吧。就是我发现弹幕的朋友太壞了，在宗律師非常認真的回答的時候，我本來不想笑的，但是就是彈幕裡全部都在說樊安叔不要笑，樊安叔不要笑，或者是各種各樣的，就一直暗示我笑。我看到以後就是一下子被戳中笑穴了，然後就有點停不下來了。就是不怪我，真的不怪我。如果給剛才那位连麥的朋友帶來不好的體驗，這個不怪我，要怪彈幕吧。然後還說我不夠專業啊，因為我是專業的，我不能笑。雖然啊，我理解啊，可能情侶之間有些時候情到濃處，或者是彼此有非常強的信任感，就要拍一點這種兩個人的那種小視頻啊，或者拍一些照片啊，你們留作紀念也好，你们各種各樣的想法也好。但是我們作為法律工作者要提醒你的就是啊，如果你們這段關係最後不歡而散啊，就很有可能拿過來反而對你造成非常不利的一個影響。包括之前還有些案子是什麼呀？就女方提出分手，男方有他的那個私密照片啊，各種各樣的，他也沒有勒索錢財，他也沒有其他什麼的。他說如果你不跟我復合，我就發出去，這個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的。是的，是的，鍾律師剛剛的表現有點像王思聰，我好想看一下有截屏嗎？有這麼說話的嗎？把這位朋友插出去啊，插出去，然後如果你一定要，比如說你就想要拍，那給你的建議就是露臉的話就不要露中臉部位，露中臉部位就不要露臉，好吧？Little 果凍。